丧门星，日头都晒屁股了，一锅糊糊都煮不好。我儿娶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妈，柴火师不好点，还敢顶嘴！林家白养你。今天把后院猪圈清了，衣服洗了，不然别想吃饭。不信还治不了你。哥，你给我买丝巾没？我们车间姐妹都有。这个月工资还没发。没用的东西，工资不发，媳妇儿管不住，跟你那死鬼爹一个样。丈夫也是个受气包，唉，我得想想办法，再不改变一下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宿主强烈的反抗意识激活80致富系统，检测宿主生存环境极度恶劣，发布新手任务，改变现状，第一次反抗压迫，奖励被动惩戒机制。当有人对宿主进行恶意攻击时，机制激活。既然让我重活一次，又获得了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，这辈子谁也别想再欺负我。我的人生我做主。装死呢，还不去挑水？等着我这把老骨头伺候你。妈，家里大小家务全是我干。美兰20岁的人了，连双袜子都不洗，这家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反了天了！你敢跟我顶嘴，我今天就替你爹娘教训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！完成新手任务，被动惩戒制激活。的东西！哎呦，桂香，你这打媳妇儿怎么把自己打趴下了？麦穗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丧门星、扫把星，让大家都来看看啊！我这好儿媳妇是怎么虐待公婆的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，下次可能就不是摔一跤这么简单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厂的大才子林墨尘吗？怎么天天啃窝头？你那漂亮媳妇儿是不是也整天吃不饱，一到晚上就饿得直哭啊？强哥，人家媳妇儿饿哭了，有文化人哄呢。听说昨天他们打他媳妇儿，他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张志强，你别太过分！我就过分了，怎么着？你敢打我吗？软蛋！麦穗妹子，跟着这窝囊废有什么好？这一巴掌是替你爹妈教你怎么说人话。我男人是厂里技术员，靠本事吃饭，你一个靠爹的蛀虫，也配笑话他？臭娘们儿，你敢打我！大家可都看见了，是你先欺负人，想闹大，咱们现在就去厂长办公室，我倒是要问问厂里干部子弟是不是就能随便侮辱人？就是啊，张志强太过分了，人家苏麦头说的没错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麦穗，你真把张志强打了，太解气了。还有你婆婆也被你收拾了，不过你婆婆气得不轻，你小心点。我不怕她。老婆子，你咋了？谁快来救救他！报应，谁让他早上说我嘞？检测到急性心绞痛患者是否消耗50点新手积分，代换速效救心穴位按摩术。50积分这么多，算了，眼下还是救人要紧，兑换。哎呦，麦穗，你疯了！快回来，别给家里惹麻烦！大爷，我懂点偏方，让我试试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疼死我了！醒了，真醒了，神了！解锁初级风味腌菜秘方，兑换需花费100积分。系统真是把我当成赚取积分的牛马了。谢谢你啊，姑娘，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。林家媳妇儿真是深藏不露。麦穗儿，你有这手艺，要是开个店多好。哎，可惜现在镇上在打击投机倒把，你这……麦穗这次见义勇为，救助乡里，理该得到嘉奖。只要他愿意开口，我可以给他开证明，让他合法经营。系统在手，天下我有。下一步搞钱。他大伯，你可来了！那丧门星邪乎得很，现在村里人都向着他。正好镇东头刘老板想找一门亲事，
彩礼能给到500块。要是让苏麦西改嫁过去，咱就能撵走丧门星，还能大赚一笔。让她改嫁倒是个办法，就说她作风不好，不能生儿育女，咱们家不能留。他大伯还得是你呀！叔，你也在？麦穗啊，之前是妈不好，这不给你做了一桌好吃的，快尝尝。看这架势，把长辈都请来了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绝对没安好心。墨尘、麦穗，你们结婚也1年多了，还没动静，我们林家不能无后。镇上刘老板虽然年纪大点但有钱，不行就让麦穗改嫁过去，也是享福。我们再重新给你说一门亲事。果然如此。大伯，你说什么？麦穗是我媳妇儿，我绝不同意离婚。妈，你闭嘴！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既然敢跟我这么玩，那谁怕谁？想卖了我？好啊，要我摆价也可以。真的？媳妇儿，当然，只是有些账，咱们要算清楚。从我嫁进林家，洗衣做饭、喂猪挑水，每月按工人工资30块算，1年360块。我妈留给我唯一的银镯子被你偷去给了美兰，值50块。先把欠我的410块还来，不然我就去派出所告你虐待儿媳、偷盗财物。我苏买素自问对林家掏心掏肺，今天你们却要把我卖给老头换好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要分家。王桂香，新社会了，不许搞包办婚姻那一套。苏同志，你真要分家？哪怕只给我们一间破屋，我也要和林墨尘单独过。妈，大伯，麦穗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我们要分家。你们要想清楚，能不能养活自己。如果一定要分，林家院子东头那间堆杂物的偏房可以住。作孽呀！儿子白养了。我们收拾一下，夫妻同心。从今往后都听媳妇儿的。麦穗，这屋子太破了，委屈你了。破怕什么？咱们有手有脚，还怕收拾不好？系统这事都给我算好了，连腌菜的坛子都是现成的。系统兑换初级风味腌菜秘诀。墨尘，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！发财？你信我，去帮我买10斤萝卜、5斤辣椒、盐和花椒都来一些，剩下的钱买2个新泡菜坛子。麦穗，这些钱是咱们最后的家底，所以更要搏一把。墨尘，你信我吗？你是我媳妇儿，我不信你，我信谁？麦穗，你们这是干啥呢？腌这么多菜，吃得完吗？不是自己吃，是要卖。卖？现在不让投机倒把。娟儿，你忘了我上次救人，街道办李主任说了，我搞个体经营，他给开证明，咱是合法经营。那我也来帮你吧。腌萝卜多少钱一斤？1毛5一斤，可以先尝后买。哎呦，这味儿真不错，脆生生的，酸辣正好。
给我来2斤。酱色油亮，酸辣适中，带着一股特殊的花椒香，和供销社那种死咸的腌菜完全不同。姑娘，你这萝卜到底咋腌的？我腌了几10年都没这个味儿。祖传秘方，概不外传。系统在手，发家致富不是梦。妈，听说苏麦素今天在巷口卖腌菜，一抢而空呢。隔壁张婶说，她一天就赚了20多块。20多块，赶上你哥1个月工资了。妈，如果咱们知晓了他那腌制萝卜的秘方，那今晚你悄悄过去，把苏买图腌制的过程都记牢了。赶明儿咱也卖腌萝卜，还比他便宜。我看他还得一个什么劲儿。麦穗，你在写什么？算账，萝卜成本4块，盐和花椒3块，坛子是旧的，纯利大概19块。如果明天多做1倍，咱们哪有那么多本钱？所以不能只卖腌菜。我去赶集时发现，县城的布料比镇上便宜1半，但镇上的人要去县城得坐半天车，咱们可以批发来卖。你还会卖布？我会的东西多着呢。老婆，你真厉害。邻家秘制腌菜和苏麦颂一个方子，便宜卖1毛1斤。麦穗，他们偷你配方。我的方子，他们偷得走吗？1毛，比那边便宜5分呢。来点尝尝。大娘，你尝尝，保证一个味儿。啥玩意儿？又咸又苦，还齁嗓子。你这是腌菜还是腌盐呢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就这还好意思说一个方子？不要脸呗！想蹭人家名声？不可能，就是一样的萝卜，一样的盐，怎么就不一样了？梅兰，你是不是记错了步骤？大家别怪他们，这腌菜不是做法问题，是他们把盐放多了2倍，花椒也没炒过，直接生的扔进去了，腌出来的菜又苦又麻，吃了还容易闹肚子。哎呦，怪不得我这会儿胃里不舒服。你少假好心，你就是怕我抢你生意。美兰，你是我小姑子，你要是跟我说想学，我可以教你，但你不声不响想偷师，偷了还学不像，学不像还想骗人，丢的是咱们林家的脸，也是你自己的脸。就是，人家嫂子多大度，这小姑子真不是东西。走走走，丢人现眼。今天美兰的事儿，我妈肯定又在家骂你了。骂就骂，我又不疼。可是，她们毕竟是我妈和我妹，以后要是她们真的知错了，墨尘，你记住，以德报怨不是我的风格，但我也不会主动害人。他们要是真心悔改，我敬他们1分；要是还想使坏，那我也不会客气。林墨尘，你停一下，跟我到办公室来。林墨尘，有人举报你前天检修的冲床存在安全隐患，导致昨天夜班时机器卡顿，差点出事故。厂里决定先暂停你的工作，等调查结果。不可能，那台冲床我反复检查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没问题怎么会卡顿？林墨尘，你技术不行就承认，别拿工人的命开玩笑。我爸说了，这事儿得严查。是你，张志强，是你动了手脚。是我又怎么样？你老婆打我1巴掌，我就让你丢饭碗，咱俩扯平了。哦不，还没完呢。怎么了？我被停职了。
张志强诬陷我检修失误，车间主任让我等调查。证据呢？他空口白牙就敢挺你的职？他爸是车间副主任，厂里没人敢得罪他。这是你的检修记录本。是，每次检修都有记录，时间、项目、验收人。够了，有签字吗？有，当天验收的工段长签了字。走。去哪儿？厂长办公室。厂长，这事儿很严重，职工安全是红线，林墨尘必须严惩。厂长，我能说2句吗？你是？我是林墨尘的爱人，我今天来不是来求情的，是来交证据的。这是林墨尘的检修日志，每一条都有龚栋长的亲笔签字验收，记录显示他检修的冲床各项指标合格，如果有问题，不可能当场验收通过。哼，就算验收了，也可能他作假记录。另外，我请教了车间几位老师傅，机器卡顿发生在夜班和张志强交接班之后，而且有师傅说看到张志强交车前在那台机器旁边待了很久，还动了电箱。胡说八道！哪个师傅说的？叫来对质。厂长，人证物证都在，随便查。我今天只想说一句公道话：一个凭本事干活的技术员，要被一个靠爹的闲人整走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寒的是全厂职工的心。够了！张副主任，让你儿子解释一下交班后动电箱的事儿。我没，我就是厂长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可能就是好奇。好奇？拿工人的安全来好奇？林墨尘，明天恢复工作。张副主任，你儿子从车间调到后勤打扫卫生，1个月试用，再出幺蛾子就滚蛋。厂长，这不合适。不合适，我还要谢谢苏同志替厂里查出了隐患。就这样，散会。麦穗，你怎么知道张志强动了电箱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猜的。猜的？我炸他的，他那种人做贼心虚。我一说他动了电箱，他那张脸就把答案写满了。剩下的厂长自己就明白了。你也太大胆了。不大胆，怎么护住你？走吧，林技术员，我们今天去集市逛一逛吧。现在有钱了，得给家里置办一些东西了。都听媳妇儿的。麦穗，咱们来到集市不是要置办家具吗？边走边看呗，说不定还能淘到什么好宝贝，捡个漏什么的，那岂不是一下子就发大财了？被动鉴宝功能已激活，靠近珍贵古董时将自动提醒宿主。这系统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太贴心了。检测到高价值物品，清代晚期紫檀木首饰盒，市场估值800到1200元，建议立即入手。1200元，在这个年代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3、4年的工资。大爷，这铜钱咋卖？5毛一个。5毛？品相太差了，1毛还差不多。这个破木头箱子呢？回去装个针线倒凑合。这箱子是收旧货收来的，也不知道啥木头。你想要，给3块钱拿走。3块？大爷你抢钱呐！1块5，不能再多了。2块，少了不卖。行吧行吧，再加这2个铜钱，一共2块5。成交。麦穗，你买这破箱子干什么？破箱子？墨尘，这不是破箱子，这是清代的紫檀木，值1000多块呢。1000多？
你咋知道？我爷爷以前是木匠，教过我认木头。你看这纹理，这包浆虽然脏，但擦干净就知道了。姑娘，这东西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家里老人留下来的。师傅，值多少钱？这是紫檀木的，清中期的做工。你看这雕花是手工刻的，不是机器压的，里头原来应该还有一层绒布内衬，可惜没了。不过品相还算完整。我们店收，给800块。你要是不急，放我们贵调代卖，能卖到1000往上，但要抽1成佣金。那就卖给店里吧，800块，图个省心。姑娘，以后有好东西尽管拿来，咱们店识货。一定。麦穗，你掐我一下。林墨尘，疼不疼？疼，不是在做梦。我工作几年，省吃俭用存了100块，以为不少了。你2.5块买来的东西，转手就是800。麦穗，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，就是娶了你。500存起来当本钱，300给咱们扩生意，腌菜要扩大，还有，这20块是你的。触发人心人数任务，将解锁初级中医诊疗术。行，大爷大娘，我只会点土法子，管不管用可说不准。你们要是不嫌弃，我就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大娘，您这不是骨头问题，是寒气入体。晚上睡觉腰上搭个热水队，连着敷7天，再按这个穴位，早晚各1次。哎呀，好像真松快了些。正确诊断寒湿腰痛，按摩手法加热风建议，有效率95%。您是肝火旺，少生气，睡前泡脚，水里加一把艾草，3天见效。神了！我家老头就老说我爱生气，这林家媳妇儿真有2下子啊，比卫生所的大夫还神。妈，你看看他那个神气劲儿，全大院都捧着他，谁还记得咱们啊？哼，会点偏方算什么本事？还能当真大夫不成？你听说了吗？那个苏麦素看病可灵了，人家还不要钱。可不是嘛，比王家那老泼妇强多了。她婆婆还天天骂人家。当前进度9%。苏同志，我妈腿疼了好多年，你看看能不能治？警告：检测到复杂病症，无法完全治愈，等系统升级后再行根治。大娘，您这腿是多年的老毛病，一下子好不了，但我可以先给您按一按，再告诉您一个泡脚的方子，能缓解疼痛。等过段时间，我再想办法给您根治。人心人数任务完成，解锁新增技能草药辨识，获得被动称号小神医。大娘，您膝盖里有块小骨头错位了，所以一直好不了。姑娘，你咋知道？以前有个老中医也这么说过，但他说要正骨，后来那大夫搬走了。我试试。哎呀，好像能伸直了。今天来了快20个人，你累坏了吧？累是累，但值得。今天我妈在院子里，脸色不太好。她脸色什么时候好过？麦穗，墨尘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妈是你妈，我不会主动惹事，但她要是再想拿捏我，你记住，我有本事护住自己，也有本事护住你。麦穗，你大伯来了，带了2个人，样子不太对，你小心点儿。麦穗啊，听说你最近发财了，大伯来看看你。大伯，这2位是？哦，这是咱们老家来的亲戚，想在镇上做点小生意。听说麦穗有本事，想搭伙一起干。对，苏老板，听说你腌菜卖得好，咱们可以合伙。
你出方子，我们出力气，5-5分账。5-5分？我这可是秘方，你们出点力气就想分走一半？你可别不识好歹，咱们是亲戚，你一个小媳妇抛头露面也不怕人笑话。大嫂，我抛头露面赚的钱，可比有些人窝在家里偷鸡摸狗。你说谁偷鸡摸狗？你一个女人家做生意没人护着怎么行？这样，你的腌菜摊儿加上你那个看病的事儿都交给我来管，你只管在家干活。墨尘是我亲侄子，我不能看你们走歪路。大伯，我们正经做生意，怎么就是歪路了？投机倒把还不是歪路？要不是看在亲戚份上，我早举报你们了。现在给你2条路，要么让我入股5-5分，要么我去街道办举报，看你还怎么做生意。大伯，你举报我，怕了吧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早就办了合法手续。大伯，你说我投机倒把，要不要咱们一起去街道办，当着李主任的面说清楚？你别太张狂，得罪了我，以后没你好果子吃。那就走着瞧。现在，请你们出去。我媳妇儿说了，请你们出去。麦穗，大伯这个人记仇，今天让他丢这么大面，他肯定会报复的。我不怕他报复，我担心的是你。我？你在厂里，他是老职工，认识的人多，他要是在背后说你坏话，你的工作……麦穗，我是不是太没用了？你不是没用，你是太老实。老实不是错，但不能被人欺负。墨尘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，别憋着，说出来，我帮你。咱俩是夫妻，不是谁护着谁，是一起往前走。好。那死丫头竟然敢当众让我下不来台！我早就说了，那就是个扫把星。他大伯，我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就是，他那个生意一天赚好几十呢，凭什么都让他一个人占了？我倒要看看他能得意多久。我认识工商组的老周，他大伯，你有门路？哼，等着瞧，一个没靠山的小媳妇还能翻出天去？你是苏麦穗？是我，同志，有什么事儿？工商的，有人举报你无证经营、投机倒把，你的摊位我们要查封，商品暂扣。凭啥呀？人家有证的，我们亲眼看过。有没有证？我们查了再说。让开，让开！同志，这是我的许可证，街道办李主任亲自批的，请您过目。我想请问，举报我的人是谁？我愿意当面和他对质。举报人信息我们不能透露。那我猜一下，张志强对不对？这个张志强前几天在厂里诬陷我丈夫，被厂长当场查实，已经调离车间了。他这是怀恨在心，恶意报复我一个合法个体户，有证有税，他凭什么举报？就是，我们都能作证，这是好人家的媳妇儿。苏同志，你这证我先核实一下，东西我们不动，但你今天先别营业，等我消息。苏同志，请进，什么事儿？厂长，我来反映一个情况。厂长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厂长，张志强在厂里是您的职工，他在外面打着厂里的名号恶意举报个体户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对厂里的声誉不好。我今天来找您，不是告状，是希望厂里能管好自己的人。再有下次，我就直接去县里反映了。苏同志，你做得很好。张志强的事儿，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，既然他不珍惜，接车间办公室，通知张副主任和他儿子立刻到我办公室来。张志强，你跑到外面举报厂里职工的家属，还打着我厂的名号。厂长，不是，
他是真有问题。人家有合法手续，工商主核实过了。你告诉我有什么问题？厂长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我回去教育。上次我给过你机会，处理那么轻，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结果呢，这才几天又出去惹事儿。从今天起，张志调到后勤仓库看大门，再出任何问题，直接开除。张副主任，你分管车间安全生产工作，如果连自己儿子都管不好，你这个副主任也别干了。是厂长，我保证管好他。那不是张志强吗？怎么跑这儿看大门了？不知道，他诬陷人家苏麦穗投机倒把，结果人家有证，反告他恶意报复，厂长直接把他撸了。活该，早该整治这小子了。今天厂里公告栏贴了处分决定，全厂都知道了。我看见了。麦穗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软弱了？每次都是你出面帮我，张志强的事儿、厂长的事儿、大伯的事儿。墨尘，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在车间门口看见你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个人眼神很干净，不争不抢，不是因为你不会，是因为你不屑。你和张志强那种人不一样，和那些欺软怕硬的人也不一样。你不用变成我这样，你只管做好你的事儿，考你的工程师，外面那些脏的累的，我来挡。我明天就去报名厂里的工程师培训班，我一定能考上。我相信你。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撑着，等我考上了，我也就能护着你了。那我等着。宿主积分已达1000分，开启经商信息。检测到南方服装市场流行趋势，预约机先销售周期，利润150-200元。墨尘，我打算去县城进货，进一批南方来的布料。卖布？可是咱们没卖过布啊。没卖过才要卖。腌菜的季节快过去了，等天热了，谁还吃腌萝卜？但布料不一样，快过年了，谁家不做新衣服？批布料要多少？我算过了，先拿500块的布料试试。500块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。行，你只管去进，卖的事我帮你。老板，这种的确没花布怎么批？10米起批，4块5一米。太贵了，南方过来的价我知道，3块8。姑娘，你是行家呀，3块8是批发起，你拿多少？30米，另外再加20条健美裤，一共给你凑个整，150块。行，不过健美裤是新款，不还价。可以，但要给我多挑几个颜色。天哪，这花色也太好看了！供销社里只有蓝灰布，这花布我还只在画报上见过。这个裤子好洋气，穿上肯定显腿长。这叫健美裤，广州、上海那边正流行，咱们镇上头一份儿，谁先试穿谁先美。多少钱？花布9块1米，健美裤15一条。今天头一天开张，买不够2米的送一对发卡。给我来3米这粉花的，我家闺女年后相亲得做件撑场面的衣裳。3枚粉花，收您27。我闺女一条，我自己一条。苏老板，这裤子穿着会不会太紧？大娘，这叫显身材。您穿上去菜市场走一圈，保证回头率比大姑娘还高。卖花啊，卖成绩呀，什么成？没好呀，真好呀，你看过来就多一下。哎呀，多少钱？花布9块1米，健美裤15一条。今天头一天开张，买不够2米的送一对发卡。给我来3米这粉花的，我家闺女年后相亲得做件撑场面的衣裳。3枚粉花，收您27。我闺女一条，我自己一条。
苏老板，这裤子穿着会不会太紧？大娘，这叫显身材。您穿上去菜市场走一圈，保证回头率比大姑娘还高。金麦糠啊，麦橙子呀，柠檬橙、葵花呀，挺好吃呀，你看过来就多一下。哎呀哎呀！麦穗，你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人。妈，他们桌上那些钱得有100-200块吧？半年前连窝头都吃不起，现在一天赚几10块。妈，要不咱们去跟嫂子服个软？她现在这么有钱，手指缝露一点，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麦穗啊，晾衣服呢，妈给你煮了碗鸡蛋茶，趁热喝。这鸡蛋茶以前只有林美兰和林建国能喝到，我嫁进林家1年多，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。妈，我吃过了，您自己喝吧。哎呀，妈特地给你煮的，你看你瘦的，得多补补。嫂子，你上次那件的确蜡衬衫真好看，在哪儿买的？这对母女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自己做的，美兰想要。嫂子，你还会做衣服，那你给我做一件呗，我要粉花的，扣子要那种包布的。可以。布料3米，工钱5块，一共32。还要钱？我让你给我做件衣服，你还要钱？美兰，我开门做生意，布料是花钱进的，手艺是我自己学的。你是我小姑子，我给你打折没收利息已经是情分了，白送，我养不起这么多人。麦穗，美兰是你小姑子，你一天赚那么多钱，给小姑子做件衣裳怎么了？妈，你今天给我煮鸡蛋茶就是为了说这个。如果是来看我的，我心领了；如果是来要东西的，分家的时候李主任说得很清楚，咱们经济独立，各过各的。我的钱是辛苦挣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苏麦素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是你婆婆，是你的长辈，你走出去问问，哪家儿媳妇像你这样不敬婆婆？哪家婆婆会在儿子新婚宴之时逼儿媳睡柴房？哪家婆婆会把儿媳当牛马使唤1年多？哪家婆婆会让儿媳改嫁换好处？我不是翻旧账，我只是提醒你，咱们的关系到今天这一步，是你自己一点一点做出来的。你想让我叫你一声妈，可以，但你要先想想，你配不配得上这2个字？好，翅膀硬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。听说今天老王婆子去给媳妇儿送鸡蛋茶了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能有什么好心？肯定是眼红儿媳妇赚了钱，想蹭便宜呗。你回来了，饭在灶上热着。我今天在车间听说了。听说什么？我妈给你送鸡蛋茶的事儿，全厂区都传遍了。你在怪我？不是，我是在想，她毕竟是我妈，虽然她对不起你，但如果她真的知道错了，莫尘，我问你，如果今天我没有赚钱，还是那个天天挨骂的受气媳妇儿，你妈会给我送鸡蛋茶吗？她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来的，是因为我的钱来的。我可以原谅她，但我需要她真的认错，真的后悔，而不是想占便宜。我答应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妈真心悔改，我会敬她，孝顺她，但不是现在，不是在她还把我当成一个可以拿捏的对象的时候。我懂了。妈，你看看他那个神气样，仗着有几个臭钱，连你都不放在眼里。他把我当什么了？我可是他婆婆，当初要不是我同意，他能进林家的门？妈，硬的不行，咱们来软的。你不是说大哥心软吗？咱们找大哥去，只要大哥开口，他还能不听？林师傅，这个电灵图我看不太懂。你看这里是主回路，这3条线是控制回路，主回路通，控制回路才能启动。咱们厂这台是苏联的老型号，但原理是一样的。林师傅，你讲的比培训班老师还清楚。多练几次就懂了。我刚进厂的时候也化作过好几回。
林墨尘，厂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厂长，什么事儿？好事儿，去吧。墨尘，你在车间干了3年，技术考核连续2年优秀。今年厂里有3个工程师培训名额，我推荐了你。厂长，您推荐我？你的业务能力我一直看在眼里。之前张志强的事儿不是你的问题，是厂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次培训由省里的专家来上课，结业考试通过就评初级工程师，你愿意去吗？我愿意，厂长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好，另外，你爱人苏赛从同志上次反映的问题对我很有启发。厂里以后要鼓励职工家属合法经营，勤劳致富。你回去告诉他，他的生意要是遇到什么困难，可以来找我。我一定转告。麦穗，工程师培训，墨尘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厂长亲自推荐的我，说结业考试通过就能评初级工程师，工资涨3级。什么时候开班？下个月，3个月脱产学习，要搬到培训宿舍去住。那就去，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操心，我忙得过来。可你不是想弄一间百货超市吗？到时候进货、装修、办手续，这么多事儿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墨尘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一直觉得要护着我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男人，我应该护着你。那你知道怎么护着我吗？不是你帮我搬货，帮我算账，而是你把自己变强。你考上了工程师，咱们在社会上就有地位，以后谁想欺负咱们，得先掂量掂量你林工程师的分量。墨尘，咱们2个人不是谁背着谁往前走，是手拉手一起往上走。你好了，我才好，我好了，你才能好，你明白吗？麦穗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前总觉得亏欠你，所以总想围着你转。但我错了，我要做的不是补偿你，是配得上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林墨琛不会再让任何人觉得我媳妇儿嫁了个窝囊废。工程师我要考上，以后我还要考高级工程师。你在外面闯，我给你撑腰。墨尘，妈给你熬了粥。听说你要去上培训班了，妈来看看你，趁热喝。在外面照顾好自己，别太省了，该吃就吃。妈，谢谢你。你这孩子说什么信？但是妈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知道你最近对麦穗态度变了，是因为他赚了毛钱，不是因为你知道自己错了。我今天跟你说明白，麦穗是我媳妇儿，是我这辈子重要的人，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对她。墨尘，你从小到大没跟妈顶过嘴，你现在为了那个女人……妈，您别这样。往日你苛待她，她从没在我面前说过，只盼你能真心待她。粥很好喝，妈，我希望你再来的时候是真想来看看我们。麦穗，你听说了吗？你婆婆刚才在院子里跟人说什么？她说以后谁也不许说她儿媳的坏话，谁说了她跟谁急。你说她是真后悔了，还是装的？不知道，但至少墨尘那碗粥没白喝。检测到宿主已完成原始积累阶段，下一阶段任务正对话经营。百货超市筹备任务已解锁，目前完成度0%，加油吧，老板娘！今天就拿这个打头阵。麦穗，这是什么？这么香？尝尝。太好吃了，外皮酥的掉渣，里面软乎乎的，酱也香。这东西拿出去卖，肯定抢手。那就帮我多搬2个桌子，从今天起，咱们的早餐摊正式开张。鸡蛋灌饼现做现吃，2毛钱一个，加鸡蛋3毛3毛，酱香饼1毛5一大块，豆浆5分钱管够。什么味儿这么香？哎呦，苏老板又整新花样了。给我来一个加鸡蛋。太好吃了！
比食堂的馒头稀饭强100倍。再来一个，给我媳妇儿带一个。我2个。别挤，别挤，都有都有。苏老板，明天多做点啊，我来2趟都没买着，明天一定多备料。麦穗，你猜今天早上卖了多少钱？多少？58块4，光鸡蛋灌饼就卖了30多个。面粉和鸡蛋的成本不到15块，豆浆成本更低，这一早上净利润超过40块。妈，你看他那个得意样，一个早上就赚那么多，一个月下来得上千了吧？上千。妈，他那个鸡蛋饼闻着真挺香的，要不咱们也去尝尝？不去，我跟他低过一次头了，他不给我面子，还想让我再去。今天累坏了吧？明天我请半天假，帮你揉面。不用，你好好上你的班，娟儿帮我就够了。可是你一个人做那么多，你知道今天一早上赚了多少吗？40多块。照这个势头，下周就能攒够百货超市的启动资金。你是工程师，你的时间比我值钱，这些粗活我来干就行。那你好歹多雇一个人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你说的对，我明天问问大院里的王婶儿，她手脚麻利，人也老实，雇她来打下手正合适。那就好。早餐摊、布料摊、看病问诊，每一件事都在往前走。墨尘，咱们的日子真的越来越好了。是你让它变好的。林家秘制灌饼和苏麦穗一个方子，他卖2毛，我们卖1毛5，便宜5分钱。麦穗，他们明着抢咱们生意，太过分了。不急，让他们卖。这饼怎么硬的硬，生的生，酱也咸的要命。这跟苏老板的饼能比吗？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就这还敢说一个方子？退钱，这吃不成。怎么吃不成？都是一样的面粉，一样的鸡蛋。你灌饼的时候，鸡蛋全躺外面了，饼也没发起来，死面疙瘩似的。人家苏麦穗的饼是酥的，你的饼是硬的，能一样吗？你们别瞎说，是他偷吃我们家的方子。得了吧，人家老摊主天天在这卖，品质没变过。你们第一天来就做成这样，好意思倒打一耙？这死丫头，嘴巴比刀子还利，2次了，2次都让她当众打脸。都怪你，非要跟他对着干。现在好了，我的脸都丢光了。你写这个干嘛？给大嫂送一份。一个配方而已，我不在乎，但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苏麦素不在乎，是因为我能做出更好的。真正有本事的人，不怕被人学。麦素，你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厉害。丁，百货超市筹备任务完成度30%，奖励蝴蝶牌扶他家成纫机兑换券诚意，请在72小时内到指定商店领取。蝴蝶牌缝纫机，这可是80年代结婚的3赚1响之一，普通人家攒1年工资都不一定舍得买。有了缝纫机，布料生意就能从卖布变成卖成衣，利润翻好几倍。墨尘，跟我去趟县城。去县城干嘛？领缝纫机。缝纫机？哪儿来的？别问那么多，快走。姑娘，你这兑换券哪儿来的？我们店还没正式开售这个型号呢。参加活动赢的。小苏，这台机器市价少说也得1000块吧？零售价1200，还得凭工业券。1200。师傅，麻烦您帮我们送到镇上去，加运费我们出。好嘞，姑娘，你运气真好，这可是上海产的，全县。凭我上辈子积累的审美，加上系统之前奖励的服装打版基础知识，足够我闯出一片天了。麦穗，你还会做衣服？会一点。你看这个，太好看了。麦穗，这要是拿到街上去卖，那些年轻姑娘非抢疯了不可。卖布利润薄，做成衣服，一条健美裤进价5块，卖15块；一件连衣裙布料成本6块，成品能卖25。老天爷，这一件衣服的利润赶上一个工人半个月工资了。所以我打算把布料摊升级成服装摊，早餐摊交给王婶你负责，按之前说好的工钱算。娟儿帮我卖衣服，我给你按提成，卖1件抽1块钱。1件1块钱？那我一天卖10件，不就10块钱了？比我在厂里半个月工资还高。只要你敢干，只会比这个多。
这件连衣裙也太好看了，苏老板你自己做的？自己设计自己做的，全镇就这一件。你皮肤白，这件我灰色的特别衬你，试试看。太好看了，多少钱？25，我要了。这件白衬衫呢？18，棉迪的，不起皱，穿一整天都挺爬。这件我要了。麦素，187块，半天187块，还行，还行。麦素，你知不知道我厂里1个月的工资才36块5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说以后还会更多。这件连衣裙也太好看了，苏老板你自己做的？自己设计自己做的，全镇就这一件。你皮肤白，这件我灰色的特别衬你，试试看。太好看了，多少钱？25，我要了。这件白衬衫呢？18，棉迪的，不起皱，穿一整天都挺爬。这件我要了。麦素，187块，半天187块，还行，还行。麦素，你知不知道我厂里1个月的工资才36块5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说以后还会更多。多谢厂长，眼下确实有件事想请教您。你说。我打算在镇中心租个门面，开一家百货超市，选址看好了，但房东是供销社的退休职工，对方说不租给个体户，我想请厂长帮我引荐一下。就这事儿，明天我亲自去找供销社的老刘，你救了我妈，这个面子他们得给。那就太谢谢厂长了。怎么样，老太太没事吧？救回来了，高血压危象，再晚半小时就危险了。你最近太累了，早上摊饼，白天做衣服，晚上还要出诊。麦穗，我怕你身体吃不消。今天这一趟虽然累，但值了。厂长答应帮我拿门面。那个门面你谈了好几回都没谈下来，厂长一出面就成了。所以人说人脉有时候比钱更重要。老太太的病是危机，但危机处理好了就是转机。你就是苏麦素，赵厂长说你救了他母亲。是我。这房子空了快1年，供销社上面也没个准话，你打算怎么租？租长期，月租按市价。月租这地段好，至少得60一个月。60？厂里分的宿舍才60可以，但我要2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租期内房租不涨；第二，我有优先系租权，合同到期后如果我还想租，同条件下优先给我。赵厂长，你这小朋友挺会谈判啊。行，给你这个面子，60一个月，押1付3，租期3年。还有一个事儿。还有，这房子我得重新装修，墙要刷白，门窗要换，还得搭几个货架，费用我自己出，但房东得免我1个月装修期的租金。你这算盘打的比供销社的老会计还精。行，装修1个月免租。墨尘，这是咱们的第1间店。苏麦曹同志，你是咱们镇上第1个个体女老板，好好干，给全镇的妇女做个榜样。谢谢厂长，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。开业大酬溢，全场9折，买购10块钱送鸡蛋1斤，欢迎光临。哎呦，这里还有卖小孩吃的奶糖，供销社都没有这种。哎呀，这件风衣我在画报上见过，麦穗姐这里居然有。还真让他开起来了，这么多人，一天得赚多少钱啊？1000多，我是不是算错了？没算错，就是1148块3。今天辛苦了，明天继续努力。麦穗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？因为这只是一个开始，重生真好，可以未堕先知，未来有一整个时代在等着我。同志，要点什么？苏老板，好久不见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看你啊！听说你现在发达了，
超市、服装摊、早餐摊，一天赚好几百吧。当初要是我娶了你，这些好东西还不都是咱们的？张志强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再不出去我喊人了。苏麦穗，你知道我被你害成什么样了吗？我爸被降了职，我女朋友跟我分了手，全场都笑话我是废物。你有今天，都是踩着我爬上去的。张志强，你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每一步都是你自己做的。诬陷我丈夫的是你，举报我生意的是你。我没去找你算账，你倒有脸来找我。少给我说这些！你今天不给我一个交，滚出去！你敢打人？第一，你未经允许闯入我的店铺；第二，你酒后滋事，对我动手动脚；第三，刚才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个动作，店里人都看见了。现在出去，我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再敢往前一步，我直接送你进派出所。你们等着，等着！张志强已经被我们控制起来了，他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，事实很清楚。谢谢民警同志，我今天来不仅是报昨晚的事儿，我还想申请一份禁制令。禁制令不是派出所能直接发的，但你放心，张志强的行为我们已经备案，他父亲张副主任今天早上也来了，当场保证会把儿子送回乡下老家看管。如果再有类似事件，可以直接拘留。终于清静了。谢谢。麦穗，以后再有这种事儿，你别一个人挡，我报名了厂里的格斗培训。你学格斗？真的，我不想下次你出事的时候，我只能在旁边看着。好，那以后你来打头阵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那个嫂子啊，天天往县城跑，一跑就是一天，回来大包小包的。那些漂亮衣裳真是她自己做的，谁信啊？美兰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她一个女人家哪来那么多钱开店，哪来那么大本事？你们想想，她在外面都认识了什么人？不会吧？苏老板平时看着挺正派的。正派？哼，我大哥天天在培训班，家里就他一个人。有人晚上路过他偏房，说看见有个男的在他屋里待到大半夜。天哪，林技术员知道吗？我大哥老实人，被他瞒得死死的，我实在看不过眼了才说出来。你们可别到处传。麦穗，出事了！我听到个大嘴巴在传，说你在外面不三不四，说你的钱是歪门邪道挣来的。我打听过了，最早是大院里那几个大妈在聊，说是你小姑子亲口讲的。娟儿，你帮我做2件事：第一，去居委会人造谣李主任，请他来主持公道；第二，把林美兰给我叫过来，告诉她不来也行，我直接去她婆家找她当面对质。嫂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磁带录音机。美兰，昨天下午3点，你在大槐树下跟2位大妈说了什么？要不要我放给你听？录音？那东西能录什么？您别急，我不会放全部。我就问一句，你说我晚上留男人在屋里，具体是哪一天？哪一个男的？长什么样？穿什么衣服？几点来的？几点走的？我没说。没说你怕什么？我嫂子天天往县城，一个女人家哪来那么多钱？有人晚上看见有个男的在她屋里待到半夜。各位邻居，我苏麦穗做生意以来，起早贪黑，没睡过一个懒觉，没吃过一顿安生饭。早餐摊凌晨4点开始揉面，服装一站就是一整天，超市打烊之后还要理账到半夜，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汗水换来的。林美兰，你是我小姑子，我一直给你留面子，你不领情，还在背后给我泼脏水。今天我当着你妈的面，当着李主任的面，当着全院邻居的面说清楚，谁再造我的谣，我就不是当面对质了，我直接起诉，告他诽谤。嫂子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美兰，你这种行为很恶劣，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今天你必须当着大家的面向苏麦苏同志正式道歉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记住今天。麦穗，真拆啊？
舍不得？不是舍不得，是得记住咱们从这里走出去的。那以后呢？以后咱们的家要比这好10倍。3间大瓦房，这得多少钱？听说花了3、4千，人家苏老板现在1个月的收入就够咱们好几年的工资，谁说不是嘛？当初分家的时候，王桂香把人家赶到偏房去住，现在人家自己盖新房了，比正屋还气派。王桂香这几天气得饭都吃不下，你们说这是何苦呢？妈，你看他那得意样，不就是挣了几个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麦穗，去年你还在偏房里受冻呢，今年就住上大瓦房了，这日子变得也太快了，跟做梦一样。不是梦，是咱们一点一点干出来的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没见过哪个媳妇儿能像麦穗这样，又能挣钱，又能持家，还会看病、种菜、做买卖。林技术员，你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对，我敬麦穗一杯，没有她，就没有这个家。不，没有咱们每一个人，也没有今天。这杯酒，我敬大家。美兰，美兰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啊！妈，你怎么了？疼，这里疼。检测到急性胆萎炎合并闪结石欠4，情况危急，建议立即送医，可临时使用穴位镇痛。赶紧送卫生院，我止了疼，但必须尽快手术，拖久了胆囊穿孔就麻烦了。急性胆沟炎还有结石欠死，必须马上手术。但我们卫生院没有手术条件，得转县医院。那就转，现在就转。转院得先交押金，手术加住院少说也得1000块。1000？这里是1500，马上安排转院。人命比钱重要，别愣着，赶紧办手续。手术很成功，胆囊保住了，石头取干净了，再住院观察1周就能出院。吓死我了！嫂子，我妈会不会？不会，手术做完了，休息几天就好。嫂子，药费花了多少？我拿不出钱。钱的事你不用管。可是你妈不是你一个人的妈，也是莫尘的妈，她的医药费我们出了，你只管照顾好她。出院手续办好了，明天就能回家。回家后忌油腻，忌辛辣，吃清淡的。这是我开的食疗方子，按时吃，胆囊不会再出问题。你为什么救我？我以前那样对你，你恨我吧？为什么还救我？我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莫尘。你是他亲妈，你要是没了，他会难过一辈子。我舍不得他难过，所以你好好活着，不光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他。桂香啊，你可是大儿媳救回来的，以后可得好好对人家。你那手术花了很多，全是麦穗掏的，你大儿子拿的那点儿还是人家媳妇儿给的。你呀，真不知道是什么福气。美兰，以后不许再叫你嫂子扫把星。妈，我说不许叫，就是不许叫。都怪你，非要跟人家合伙倒钢材。我说了风险大，你不听。现在好了，钱全打了水漂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那个王八蛋说好了山西那边有批钢材，我把所有积蓄都投进去了，还借了老战友2000块，结果那人是骗子，卷了钱就跑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债主天天堵门口，我不敢出门了。我去找梅穗。你疯了？你以前那样对人家，他能帮咱们？他有钱，他超市1个月赚的比我一辈子攒的都多。我是他大伯，他总不能掩着我被人逼死吧？麦穗，你大伯来了。有事儿？麦穗儿，忙着呢。那个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
咱们能不能单独说？就在这里说吧，娟儿不是外人。麦穗儿，大伯这次栽了，跟人合伙做生意被骗了，欠了好几千块钱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周转一下？等我把这关过了，一定加倍还你。借多少？3000不，2500就行。大伯，你当初带着2个陌生人闯进我家要占我的生意，不给就威胁举报我，这才几个月，你忘了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你是大伯当时糊涂，你大人有大量。当时觉得我一个小媳妇儿好欺负，现在你被人骗了，走投无路了，就想起来我是你侄媳妇儿了。麦穗，我给你跪下成吗？你不用跪，跪了也没用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不是来认错的，你是来要钱的。你从进门到现在一个字都没有提你以前我做过的那些事儿，你没有说对不起，没有说知道错了，你只是觉得我有钱就应该给你。那你要怎样才肯帮我？你真的需要钱？可以，3000块我可以借，但有2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你当着你弟媳妇儿的面儿，当着全院邻居的面儿，为你做过的事儿正式道歉。第二，这笔钱不是借给你，是借给你们林家，欠条上除了你的签名，还要有刘芬的、王桂香的、林美兰的，你们林家一起还。这是你当初教我的道理。你说一家人要互相帮衬，可你当初帮衬我的方式是带着外人来分我的钱，现在我帮衬你，自然要按我的规矩来。麦穗，你刚才说的话真解气。我不是在解气，我是在给他选脸面还是选活路。他选了脸面，那就别怪我不给活路。他不借，你到底开没开口？开了，他说要借钱可以，但要林家全家签欠条，还让我当众给他道歉。那你答应他呀，总比被人追债强。我要是签了，以后在林家还有什么脸？你们都跟着我一起背债，连美兰都跑不掉。脸面能当饭吃吗？住手！张志强，我的货昨天就搬走了，那些布里杀的是沙子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那又怎样？烧了你的店！麦穗以前受你羞辱，这次你又放火烧店铺，你是觉得我林墨尘真的不会揍人？报警吧！故意纵火，人赃并获，这次你跑不掉了。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，我没想真烧。没有火柴着火点，这还叫没想真烧？你这是刑事案件，不是治安案件了。民警同志，能不能？张副主任，上次我们就说过，再有类似事件直接拘留。结束了。以后不会再有张志强了。早该整治了，这安家父子嚣张了这么多年，终于遭报应了。听说这次是林墨尘亲自按住的张志强，以前大家都说他是软蛋，现在看来，人家只是不惹事儿，可不是怕事儿。他媳妇儿更厉害，人家早猜到张志强会来搞破坏，提前把货搬走了，在部里晒了沙子，就等着他上钩。这脑子不去当公安可惜了。给林墨尘记一次功。另外，把张志强案子的材料整理好，报上去，全场通报，告诉全场职工，谁再敢欺行霸市，张志强就是下场。想什么呢？想张志强。想他干嘛？我想他爸以前在车间多威风，现在儿子进了看守所，自己被降职，什么都没了，一个家就这么毁了。你觉得可惜？不是可惜，是后怕。麦穗，你说一个人怎么就从耍横变成放火了呢？这2件事隔得并不远。因为没有人拦住他。他第一次欺负你的时候没人拦，他就觉得欺负人没事儿；第二次举报我的时候也没人拦，他就觉得动动嘴不够，得动真格的，一步一步就走到了今天。那咱们呢？咱们以后会不会也……不会，因为我记住了自己是怎么从偏房里走出来的，你也记住了，记住自己吃过什么苦，就不舍得让别人吃同样的苦。青椒，
丁触发规模升级任务，将现有店铺升级为规范化百货超市，面积不少于300平米哦。品类分区布局图技能，额外解锁技能，商业连锁经营初级。娟儿，把暂停营业的牌子挂出去，今天提前打烊。新店选址我已经看了3个地方，镇中心十字路口往西200米，老梁站的空仓库，面积大概350平，层高4米，门口能停2辆卡车。老梁站那地方空了2年了，听说产权有点复杂，属于县粮食局。我找过赵厂长，他答应帮我跟县里协调，产权没问题。租金呢？月租300，押1付6，比现在这个店贵5倍。有把握吗？莫尘，你记得咱们刚分家时候，我卖第1堂腌菜赚了多少吗？26块3。那时候咱们全部家当不到50块，26块3就是一个天大的数。现在呢？现在咱们店1个月最多能赚1000多。这个镇上有将近2万人，周围还有7个村，供销社的东西又少又贵，人们手里攒着钱没地方花。我要做的是让全镇的人都到我的店里来买东西。350平，500种商品，10个员工，这已经是县城百货大楼的规格了。就是要做县城百货大楼的规格，但卖小镇老百姓买得起的东西。这是我的工资卡，存了600多，装修用得上。等超市赚了钱，加倍还你。不用还，我的本来就是你的。那不行，亲夫妻明算账。想说什么就说。麦穗，新店那么大，你让我当店长，我怕自己干不好。娟儿，你跟着我多久了？从腌菜摊到现在快1年了。这1年，你收错过1次钱吗？没有。你算错过1笔账吗？也没有。那你觉得我为什么让你当店长？我没文化，我怕给你丢人。你有没文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比别人都可靠。娟儿，我告诉你一个道理，能力可以学，可靠学不来。你是从第1天就跟着我的人，新店我不交给你，交给谁？麦穗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新店看好。麦穗百货新店今天正式开业，全场88折，买购20送5元券，请各位乡亲多多关照。让开！我要抢雪花膏，上次没抢到，这次得多囤2瓶。苏老板，这电视机能放几个台？装上室外天线能收4个台，中央台、省台都能看，买1台送1根天线。多少钱？420，分期也行，首付100，剩下的分3个月付清。我分期，过年让全家看上春晚。丁，新店首日营业额突破3000元，符合规模升级任务完成条件，任务评级 S， 奖励百货超市运营方案完整版已发放，商业连锁经营初级已解锁。下一阶段任务预告：区域连锁布局，在县域内开设不少于2家分店。连锁，这下玩大了。接下来如何拿到物美价廉的货源，将变成了最棘手的问题。不行，安顿好家事之后，我得想办法去南方的日用百货批发市场一趟。今天把大家都叫来，是有件事要说清楚。我听说这1年来林家发生了很多事，有的我知道，有的我才听说。建国，你去年带着外人去逼侄媳妇分生意，有没有这事儿？有。你后来又让你老婆去偷人家的配方，有没有这事儿？有。丢人！林家的男人不靠自己的手吃饭，去抢一个媳妇的饭碗，你爹在地下都要替你脸红。桂香，你是莫尘的妈，麦穗的婆婆，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，我今天不说了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这次生病是谁出的钱？是麦穗，花了多少？医药费加手术费，一共1200。你以前那样对他，他以德报怨，救了你的命。桂香，你欠他一句什么？麦穗，妈以前对不起你。妈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从今往后林家的事儿，麦穗说了算。
你们谁不服的，站出来！你们在座的，谁比麦穗会挣钱？谁比麦穗会做人？谁能在婆婆病重的时候，二话不说掏出1200？你们谁能？我活了80岁，看了一辈子人，好人坏人，有本事的没本事的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麦穗是我们林家的媳妇儿，是我们林家最有出息的人，以后她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谁再敢在背后使绊子、嚼舌根，就不是林家的人。是。这家档口不大，但挂出来的衣服和别家明显不一样。女装的剪裁更讲究，配色更高级，用的纽扣和拉链也不是地摊货。老板，这件怎么批？那件是港版打样，不批。你手里拿的是我店里最贵的一件。1码，针具12针，内衬用的真丝，垫肩是手工上的。这不只是港版，这是香港师傅做的样板衣。你懂做工，我自己做衣服，家里有缝纫机，店里卖成衣。我姓何。这个档口是我自己的厂子供的货，你从哪儿来？陕西小镇上开百货超市，陕西小镇的个体户跑广州来拿货，胆子不小，一般人都去西安拿二手，二手加了2次价，不合算。我要1手货源，这件我本来不卖，但你会看衣服，给你拿回去挂店里当镇店款。多少钱？进价120，我收你100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你识货。以后你来广州直接找我，我带你逛。小偷！抓小偷！这位大哥，谢谢你，不然就让小偷跑了。你係來廣州進貨㗎？是，從陝西來。陝西？跑這麼遠，做什麼生意？在鎮上開了個百貨超市，想拿點南方的新款。我姓馮，做進出口貿易的。如果你以後需要成衣出口或者進口面料，可以找我。謝謝馮先生。你一個人從陝西跑到廣州來進貨，這份膽識不像個小老闆。再給你1-2年，廣東這邊的服裝廠會全面轉向外貿。如果你有眼光，現在就應該開始關注出口標準的面料和款式，將來不只做小鎮生意，還能做全國的生意。這位馮先生真有眼光。出口標準的面料和款式。丁，檢測速速，注意建立光州批發渠道，人脈網絡初步形成。听说比县里的百货大楼还大，人家苏老板去广州进的货全是南方新款。我听说今天买购20块送5块钱券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买购20送5元券，买购50送15元券，只限今天，大家排好队，8点半准时开门。苏同志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李县长。李县长，欢迎您，我是苏麦素。苏麦素同志，我在县里就听说你了，个体户、女老板、致富带头人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你这店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谢县长夸奖，我不过是做了一点小生意。这可不是小生意，你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？你这10个营业员以前都是待业青年吧？是，10个营业员里7个是镇上待业的，还有3个是附近村里的。我招人的时候就说了，优先录用家里困难没工作的。记下来，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县推广。别挤，别挤，每个人都有。天哪，这件风衣我在画报上见过，广州才有的款，麦穗姐这里居然有，比供销社便宜2毛，我要囤1年的。苏老板，这电视机能不能先交点定金？我家儿子下个月结婚，想买1台。可以，首付100，剩下的分3个月，你先写个条，按个手印就行。谢谢苏老板，谢谢。苏同志，你这超市1个月能卖多少？老店上个月做了13000，新店面积是老店的4倍，品类多了1倍。我预计头3个月月均能做到4万以上。4万？县百货大郎1个月才做5万，快赶上县里的国营商场了。县长，我的东西比国营商场便宜，款式比国营商场新，服务比国营商场好，顾客不是傻子，他们会选。你说的对，所以你要做好准备，将来可能会有国营商场的人来找你取经。随时欢迎，我一个人富不算什么，全县都富起来才是本事。好，苏麦穗同志，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说一句，你是咱们县的致富带头人，以后县里在政策上能支持的一定支持。
林墨尘同志，初级工程师资格考试总分第1名，结业论文《机床电气供制系统优化方案》被评为省级优秀论文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机械厂技术科的工程师。另外，根据林墨尘同志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，经厂部研究决定，聘任林墨尘同志为技术科副科长，即日起生效。工资按科级干部标准执行。看见没？咱们林工1年前还被张志强堵在门口骂呢，现在人家是副科长了。媳妇儿更厉害，这夫妻俩一个当老板，一个当科长，厂里谁比得了啊？麦素，这个证有你的名字。为什么是我的名字？没有你，我连初级都不敢想。是你让我去考的，学费是你出的，时间是你在外忙给我腾出来的。我在培训班那3个月，你在外面一个人撑着。墨尘，我因为这件事你自己拼出来的。你在培训班3个月，每天晚上看书看到12点。咱们是夫妻，是2个人一起往前走，不是谁背着谁。谢谢你，麦穗。麦穗，你说1年前咱们在偏房里想这些，敢想吗？不敢想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在想下一步做什么。你的高级工程师考试准备的怎么样？大纲看了一遍，书也买齐了，但我算过了，考高级至少需要再拓产半年，而且必须有2篇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。那就去发，半年不上班没关系，超市养得起。麦穗，超市刚开了新店，你一个人？我不是一个人，娟儿、小周、小吴、王婶还有新招的10个员工，我现在不缺人手，缺的是时间。你也是，你考高级，我开连锁，咱们各忙各的，几年以后回头看。麦穗，你以前说咱们要一起往上走，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那就往上走。林科长早。早。林科长，我有个事儿想请教您，关于我们车间那台苏联街床。谢谢林科长，我明白了，去吧。哎，麦穗，连锁是啥意思？就是不止一家店，这家是01号，将来会有02号、03号，还要开新店，在哪儿？县城或者隔壁镇，也可能是2个一起开。2个一起开？麦穗，咱们刚开完这个店，钱还没回本呢。不用担心钱，这个店开业第1周，日均营业额已经稳在3000以上，3个月就能回本。下一步开分店，资金不是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你从现在开始带徒弟，3个月之内，我要你带出3个能独立管店的人。你放心，你说带几个，我就带几个。丁。检测宿主已超额完成规模升级及连锁布局启动任务，百货超市月净利润突破2万元，个人资产突破5万元，触发终极任务回馈社会，回输于此任务为自愿任务，财富只有流动起来，才算真正属于你。90年代商机预判报告，有了它，我就能扩大商业规模，帮助更多人了。苏老板，我们学校6个年级，一共320个学生。每年开学，总有几个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就不来了。去年是17个，今年到现在又有12个没来报到。学费多少钱一个学期？3块5。就这点钱，有些家里还是拿不出。刘校长，我想资助50个孩子全年的学费，标准是2个学期7块钱，名单由您来定。家里确实困难的，成绩好但交不起学费的，女孩子因为重男轻女上不了学的优先。50个，苏老板，那是350块钱啊！我知道，我已经把钱带来了。苏老板，我替孩子们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也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。当年我要是有书读，也许能更早走出来。另外，这是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粉笔、本子和铅笔，每个孩子发1份。不够的，我下次再带。苏老板，你是好人。刘校长，好人谈不上，我就是想这些孩子以后走出这个教门，能比我们这一代过得更好。麦穗姑娘，这条路我们想修了好多年了，上面说给修，好几年也没动静。你要是真能帮我们修，3个村的老百姓能给你立碑。碑不用立，我算过了，从村口到镇中心公路大约2公里半，铺碎石基层做简易硬化，材料加人工大概3000块。3000块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钱我出。但有一个条件，你说，人工我来请，
但修路的石头和沙子要从你们3个村里出。河滩里有石头出石头，山上有沙子出沙子，这些不花钱，但得有人出力。没问题，3村加起来上百个劳力，有的是力气，只要你肯出钱，我们出力。下周1开工，争取年前通路，过年走亲访友，不能让老人孩子再踩泥。姑娘，我在这条路上摔断过一条腿，你修这条路积大德了。苏老板，这机器真让我们随便用？随便用，学坏了算我的，学会了算你的。苏老板，我都40了，学这个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我有个员工王婶儿，45岁才开始学，现在管着我一个早餐摊儿，1个月挣好几十块。真的？真的，只要你肯学，学成了以后想自己干，我给你供货；想在我店里干，我给你开工资，路我给你铺好，干不干你们自己看。今天累坏了。累，但比赚了1000块钱还踏实。我算了一下，助学、修路、培训班加起来，总共要花差不多8000块。你嫌多？不，我是想说，你能做这些事儿，我为你骄傲。钱放在抽屉里就是纸，花出去才能变成路，变成学校，变成别人的手艺。这些东西别人会记一辈子。财富只有流动起来，才算真正属于你。这我懂。苏老板，这机器真让我们随便用？随便用，学坏了算我的，学会了算你的。苏老板，我都40了，学这个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我有个员工王婶儿，45岁才开始学，现在管着我一个早餐摊儿，1个月挣好几十块。真的？真的，只要你肯学，学成了以后想自己干，我给你供货；想在我店里干，我给你开工资，路我给你铺好，干不干你们自己看。今天累坏了。累，但比赚了1000块钱还踏实。我是想说，你能做这些事儿，我为你骄傲。钱放在抽屉里就是纸，花出去才能变成路，变成学校，变成别人的手艺。这些东西别人会记一辈子。财富只有流动起来，才算真正属于你。这我懂。那个讨饭的，你真不认识？墨尘，你相信轮回吗？说不好，为什么问这个？那个人让我想起了一个前世的故事。前世他做了恶事，这一世他做了乞丐。这是说因果报应？算是吧。我今天给他2块钱的时候想，我如果不管他，看着他冻死在路边，是不是也算一种报复？那你为什么还是给他了？因为他不是我，我不会用他的方式来对他，那样我和他就没有区别了。他落到今天是因为他自己，我不落井下石，不是因为他配，是因为我不屑。麦穗，你知道你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把所有苦都吃成了本事，但没有让苦把你变坏。下面我宣布，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，授予苏麦穗同志全县10佳女企业家和38黄旗手2项荣誉称号。苏麦穗同志白手起家，从一个家庭作坊起步，创建了麦穗百货连锁品牌，现有百货超市1家，解决就业20余人，月营业额突破10万元。他还捐资助学、修路架桥、免费培训技能，为全县妇女树立了榜样。苏同志，说2句。谢谢县委县政府，谢谢各位。其实我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。当初分家的时候，我和我爱人只分到一间破偏房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偏房漏风，我们俩盖着一条薄被子，冻得整宿睡不着。那时候我就想，这辈子不能白活，我得活出个样子来，不是为了让人看得起，是为了让自己看得起。后来运气好，做的小买卖一样一样都成了。有人说我命好，我不信命，我信汗珠子摔八瓣。你肯干，老天爷不会亏待你。谢谢大家。
麦穗，38红旗手，这可是全县妇女最高的荣誉了。荣誉是虚的，证书可以摆在这儿看，但日子还得靠自己做。你就不能说点高兴的？弟妹，这是老家亲戚捎来的新面粉，我给麦穗送点来。他大伯，你以前不是……以前的事儿别说了，麦穗现在管着整个林家的饭碗。我在他的超市里当搬运工，美兰在服装区当营业员，连刘芬都在早餐摊帮忙。我们一家4口，3个在给他打工。我不对他好，对谁好？这衬衫会不会缩水？姐，这是我们苏老板亲自挑的，棉底混纺，不缩水不起皱。您摸摸这手感。介绍的不错，这个月销售额前3名有奖金，你再加把劲儿。真的，谢谢老板。嫂子人真好，我以前真是太不懂事了。林叔，这批货码完了，你先歇歇。不用歇，后面还有一车。大伯，下个月仓库要扩到隔壁那间空屋，我和房东谈好了，租金不变。你以后就是仓库组长，工资涨10块，但要戒烟，仓库里不能抽烟，这是规矩。你说让我当组长？你干得好就让你当，干不好就换人。麦穗，大伯以前不是人，你还肯用我？过去的事儿不说了，现在你是我员工，做好你的工作，该给你的我都会给。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想说几句话。以前的事儿，我这个当妈的对不住买穗，今天当着全家的面，我再跟买穗道个歉。妈，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就行。麦穗，你不知道，你救了我的命，还给美兰工作，还帮建国还了一部分债。你不欠林家的，林家欠你的。一家人不说欠不欠，但有一条，以后在这个家，谁也不能再欺负人。你们对我好，我自然对你们好。我是开门做生意的，讲的是公平，对顾客公平，对家人也公平。麦穗，你放心，以后谁敢对你不好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也是。测宿主已完成全部系统任务，任务总评 SSS。宿主已从受气媳妇成长为区域首富。系统核心使命：帮助宿主改变命运，造福一方，已圆满完成。你要走了。系统将在完成最后一项功能后进入休眠状态。作为对宿主 SSS 评级的特别奖励，系统将提供一份1990年代商业预判报告，请宿主查收。这是未来的路，这是属于你自己的路。系统能做的只是给你地图，走不走，怎么走，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你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了。谢谢。以后几年，我跟你说会爆发，咱们得提前把家电渠道做深。过2年，国家可能会开放资本市场，咱们得攒一笔钱，到时候有用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直觉，女人的直觉。好，你说怎么做，我帮你。墨尘，有你陪在我身边，真好。林墨尘同志，恭喜母子平安，龙凤胎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女儿是姐姐，儿子是弟弟，大人小孩都好得很，你放心吧。龙凤胎，2个？对，2个，儿女双全，大福气。我当爸爸了，我当爸爸了。麦穗，你辛苦了。辛苦什么？你看他们多小。我终于当爸爸了。你当爸爸了。麦穗，咱们给孩子起什么名字？女儿叫林穗，儿子叫林麦。林穗林麦，好听。林穗林麦，咱们的小麦穗。你小时候就这么大，现在你都当爹了。妈，你抱孩子的时候小心点，拖着头。我知道，我养过你，还能不会抱孩子？
麦穗，你刚生完孩子，歇几天吧。店里有我呢。我不累。月底的进货单我看看。你这个女人简直不是人。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？夸你，夸你是个铁打的女人。阿塞，你还记得咱们住偏房的那个冬天吗？记得，那时候你连买一包红糖的钱都要攒半个月。现在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你买了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现在这样就很好。麦苏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有放弃我，谢谢你给这个家带来了一切。麦穗，集市快到了。各位乡亲，谢谢大家来参加麦穗百货商业楼的落成典礼。6年前，我刚嫁到这个镇上的时候，家里穷得连一包红糖都买不起。我和我爱人分家的时候，就分到一间破偏房，冬天漏风，雨天漏水。那时候我想，这辈子不能白活。后来运气好，遇到了好时代，国家鼓励个体经营，我就摆了个腌菜摊儿。腌菜卖得好，我就开小吃摊儿；小吃卖得好，我就开服装店；服装卖得好，我就开百货超市。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有人问我，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我想来想去就2个字：肯干。你肯干，老天爷不会亏待你。还有，对身边的人好一点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就会对你好。我一个人再能干，也干不了这么多事儿，是你们，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员工，我的乡亲，是你们撑起了麦穗百货。大家看镜头，3、2、1。妈妈，我们家是不是很有钱了？不算很有钱，但够你们好好上学了。我长大了要像爸爸一样当工程师。我才不要当工程师，我要像妈妈一样当大老板。当什么都行，但不管做什么，要记住2件事儿：第一，不能欺负人；第二，要靠自己的手吃饭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来看一眼，毕竟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。也是在这儿结束的。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